大家好，这里是宋诗新语。距离上一次 KSSC 啊，就是韩国超导低温学会书面公布 LK99 的验证结果呀，过去快1周了。那今天啊，他们又公布了3家验证的成果，分别是富山大学、庆熙大学和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这3个地方呢，利用 LK99 的论文进行了复现研究啊，得出了结果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还是没有出现超导特性的这个实验结果。那釜山大学的量子材料研究所呀，按照这个论文生产出来和 LK99 相位一致的样品啊，结果在室温下呢，呈现了就是说导体的性质，并且呢还有较多的硫化铜杂质啊。当然他们也用别的办法做了合成。另外这个庆熙大学呢也做了合成的实验。包括韩国标准研究院啊，都是自己在合成。其中韩国的标准研究院说呢，在730度到980度的条件下，对颗粒进行10个小时的烧结，可以形成就是LK99的论文中的那个物体。但是呢，这个物体呢表现出某种铁磁性啊，在电气上呢表现为导体。看起来呢，这个事儿呢和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个科研院所合成的区别不大啊，只不过呢，他们是在组织下去做的这个合成。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忌的消息啊。韩国的9家机构吧，应该是现在接近多半的机构呢都已经出了结果，都是显示不是超导体啊，有一定的这个铁磁性啊，部分表现出一些绝缘体的特性来。这是韩国超导低温学会书面公布的一个结果。那实际上这个结果出来在韩国本地韩国这个国内呢，其实就有很多人的反对的声音。我们关注这个消息其实也是比较好奇。特别是中日韩3国对 LK99 民间也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情绪来当然我们前2天介绍过日本的日本呢可能他们有一些也是类似于营销号一样的，在Twitter 上发了很多的这个帖子。那中国呢，主要是以知乎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平台，也在集中的，在过去刚开始的时候集中报这些消息。那现在呢，逐渐凉了。那韩国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实际上我们如果你不是在韩国国内，你也很难接触到韩国普通人。那当然了，这些做自媒体的，其实就算普通人中一个代表。今天我跟大家介绍2个韩国的YouTube 账号，他们是怎么讲刚刚的最近的 LK99 消息的。本来呢，我是想找一个记的，一个导的，是吧？做个对比，结果找来找去，发现都是记的，好吧？但是这些人看起来呢，表现出某种的，不能叫癫狂吧，总之那种稍微略微的这个狂热的情绪是在里边的。他起码和我这个频道不一样的，和大多数比如说知乎上在做这个研究的也不一样。他看起来就是一些投资者、股票爱好者、韩国的韭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叫TV 什么 Tagachi， 就电视 multi-value 就电视多价值是怎么样的，反正就这么个频道。那么它这里边呢，看起来做的比较炫，它其实呢就是一些公共的搜索到的素材，反复的作为 B-roll 一样在背景里边来回换，然后它加上字幕。你看这些素材是不是很熟悉你在很多视频中都见过。我觉得这是比较 low 的，但是它就有人看，是吧？好吧，咱不能说人家 low做的还是不错的。那这个视频它标题叫量子能源研究所它的公布时机，这个我的预测。准备好了，它会慢慢浮出水面这是它标题。那它这里边讲了是什么呢？他说呢，根据量子研究所在过去媒体上发布的时间，和一些采访，他觉得呢，量子能源研究所就 LK99 的这个研发团队它有一个预期的发布时间表，但是这个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过去呢是在8月下旬到9月4号之间，这是他们第一次提出来，会在8月底和9月初做一个发布会。但是我们当时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推迟了。那么推迟之后呢，这说明什么呢？可能到下一个周期，就是9月4号之后选一个时间。那现在呢已经9月14号了，现在这个时间呢看起来呢是和 LK99 的专利以及论文有关。
那么量子能源研究所啊，从7月31号到8月16号啊，他们又申请了5项新专利啊，这些专利呢可能和 LK99 的一些特性，包括超导性有关。另外一个呢，这个视频里边认为主要的发布会推迟的原因还是 APL 的论文的审核。他们也讲到这个论文啊，审核需要时间，所以呢，因为这不是他们决定的，所以这个发布会时间呢就一推再推。那对于这个论文中出现的这个质疑啊，或者需要完善的东西呢，这个视频里边说啊，在等待结果。那么有几个这个变化可能论文里边，一个是超导转变温度的这个测量和数据，一个是超导带宽的测量，还有一个是超导机制里边的一些具体的分析，论文里边分析的东西的这个修改。所以呢，这个视频呢就大概讲这么个意思。这个发布会开的，等着吧，早晚会开的，论文发了就开。所以这个论文总体来说，这个视频啊，总体来说呢，没有太多的超脱于我们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听那个视频啊，听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带劲儿的啊。他是用人工智能板板的在念，我觉得是人工智能，大家听听是人念的还是机器念的？听不出来啊，我也听不出来，好吧，这是这个视频。那下一个视频就带劲儿了，你看这个封面就很带劲儿，是吧？这个李世培头上这个冒火啊，这个频道叫什么呢？叫很奇怪的，叫什么金底儿 Golden Bottom Stock TV 啊，就是金底儿股票电视啊，是从韩文翻译成英文。Golden Bottom Stock TV 这个金底儿，这是抄底儿的意思吗？看来这又是一个炒股票的这个频道啊。它标题是什么呢？超导白日梦可能性为零。这是超导相关的股票 LK99， 这是他自己设的一些关键词。你看屏幕上写的也很有意思 ，Game Over 怎么样的？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 G 的呢，我就把它选上来了。我说终于找到一个 G 的，结果发现它依然也是个导的，它是用这个标题党，它在忽悠人。好吧，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啊。你看它也是找一些文章一些媒体里边对 LK99 的一些介绍，然后呢他就开始渲染。这就里边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实际上韩国的这些自媒体频道啊，里边引用了很多中国知乎啊或者中国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它从哪儿来的呢？我也很好奇。其实一想就明白，因为现在翻译软件啊都特别的方便了。我现在能看懂韩文电视，那实际上我韩文几乎一句不懂，就是靠翻译嘛。那它这个呢，实际上大家看到现在视频上的这个画面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印度人的一个 Twitter 的账号。这个人呢一直在盯着知乎盯着这个一些抖音啊或者 B 站，及时的翻译成英文在推特上发表。我看这头像啊叫 People War 2， 他应该是个印度人看起来呢这些韩国的自媒体他是从印度的这个上面找到了英语的消息，然后他再理解再来用。他这个里边呢就是讲的就比较多了。他说呢现在呀韩国国内的媒体和国外媒体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内媒体呢只是不断的传播坏消息，令人感到非常气馁。为了正确理解目前的状况，我们有必要审视这些负面的报道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些韩国的内部的这些负面的报道。首先从报道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媒体认为 LK99 超导体研究已经失败，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归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说我一再强调不能像韩国媒体那样过早下定论。由于国内媒体已经否定了 LK99， 因此只能持批判态度继续报道。所以他说我会继续努力澄清事实，以减轻公众的困扰。他还挺有责任感。此外一些报道引用国内验证委员会的结论，就是大家说的 KSSC 的那个，说8月31号的复现试验中没有发现 LK99 的超导性，同时重申了国外研究机构的否定意见。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国内验证委员会的结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委员会它隶属于低温学会，专门研究低温超导，它不应该对室温超导现象做出结论。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就像让处理冷冻鱼的人去评判新鲜鱼一样荒谬。好吧，
你太有才了。他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啊，不应该发表评论。我之前也提到，如果实现室温超导，低温学会的存在意义就会消失。哎，你说的太对了，兄弟，这就跟计生委改成促生委是一个道理啊。我们是有办法的。因此啊，他们对 LK99 持否定态度就不足为奇了。那首尔大学的情况也类似啊，因为超导学会的会长和低温学会有关联，所以首尔大学也是对 LK99 持否定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对国内媒体报道采取过滤和质疑的态度。哎，这是他啊，这个韩国自媒体说的啊，我不是说中国，这是韩国人说，不要看韩国媒体啊。报道中啊还引用了一篇未经同行评议的论文，称它存在许多漏洞。的确，由于量子能源研究所呀，它想保护它的商业机密，所以论文中呢就没有详细披露成功的温度啊、比例等参数。这就正显示出了它的这个上进心，就像制药公司不会公开药方一样，是吧？那量子能源研究所也不会泄露商业机密啊，这很容易理解。因此啊，仅从论文上就下定失败的结论，那是不公平的啊。那篇未经授权发表的论文其实是全教授的责任，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嘛，不应该拿这种事儿来误导公众。他说报道啊还引用了美国阿贡实验室研究员 Mike Norman 的话啊，他说这个 Mike Norman 此前是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是现在他不再发表任何回应了，也没有表达任何负面的看法。你需要注意的是呀，阿贡国家实验室是美国顶尖研究机构之一，如果他们真的是持否定态度，早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呢，但在验证阶段他们至今没有表态，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获得了积极的成果，只是还不能公开。这一点呢并没有在这个报道中涉及，还是指着韩国媒体的这些报道啊。他另外继续说呢，说报道啊还针对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的办公场所是一座简陋的民宅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这纯属偏见。事实上啊，量子能源早期并非在这儿是开展研究的，他们后来才迁到这儿。20年的研究积累的资金，他说肯定是不足的，所以才选择了简陋的场所。但是初始阶段研究绝非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啊，批判研究场所过于简陋，那是片面的看法。难道必须在大楼里才能取得突破吗？地下室的研究就注定失败吗？今天的高科技巨头像苹果、微软、亚马逊也不是在高大上的办公楼里起步的嘛，许多都是在车库里成立的，所以这种见识只能说是成见。我觉得他这文章写的比我写的好，写的挺好。报道最后说 LK99 啊是一种绝缘体，无法达到超导。但是在国外呢，许多实验得出 LK99 具有导电性的结论。那近期中国的实验测量也测到 LK99 它的单向导电是电阻为0。他说的是谁呀？另外，许多样品观察到明显的麦斯纳效应，这也支持 LK99 具有超导特性。你看他这里边可能就有认知偏差了，他把这个半悬浮当成了全悬浮。那他说国内啊，仅凭1-2次未成功复现试验就断言它不具备超导性，这种结论过于武断。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指出的，未成功重复的原因在于实验者没有制备薄膜，仅凭没有制备薄膜的测试就下定结论，这是不负责任的。他报道中啊，他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个关键的原因。他说综上所述啊，我再次强调，在超导这个问题上不能信赖国内媒体报道啊，韩国国内媒体报道。现在我们需要保持理性，努力分辨虚实。那我会继续报道，巴拉巴拉巴拉，请大家点赞关注。好吧，这是这个，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韩国的导的这个给大家鼓劲儿的这么一个视频。那他下边评论也非常有意思，一会儿给大家看。那这里边呢，其实提到了关于中国的几点啊研究。那关于中国的内容呢，他提了什么呢？他说啊，中国呀最近成功的制备了 LK99 样品，并且通过直播展示了电阻为0的测试结果。他这个可能说的是戴博士前天的那个是吧？戴博士还是对戴博士他们做那个。另外呢，中国还计划根据这些结果发表论文，并将 LK99 改名为 ZNU23。这是说的牛建扎和罗老师的那个事儿。这就表明啊，中国呢对 LK99 持积极态度，而不像韩国媒体那么否定。
实际上中国媒体啊早就不关注这事儿了，关注这个事儿的呢是这些烧炉子的博士们。如果呀韩国失去了对 LK99 的关注，那中国很可能会声称这是他们自己的技术。好吧，你把这个专利看得太一钱不值了。中国呢已经把韩国称之为偷窃国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一说法。如果韩国人不坚决的维护 LK99 啊，可能会让这个技术被中国夺去。中国呢有把各种事物声称为自己的先例，韩国人也必须保持警惕。好吧，我不由得笑了。所以综上所述啊，中国那么重视，韩国却不重视，这让我们太气愤了。我们必须抢占这个成果。这是它里边呢关于中国的这个说法。所以这哥们儿的这个视频的下边呢，你看有好多评论啊，你看，这是第一条啊，他说，看到标题我很惊讶呀，我只持有超导股票，但是我不担心。不过呢，当我看到不好的文章时，我的心都碎了。另外呢，这就是股价下跌的原因，在最终它会被真相揭晓，看来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我怎么感觉有点像这个传销的阿姨相互鼓劲儿的那个感觉，是吧？这是一个哈，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面那个视频啊，它下边很多留言的也很逗。他说呢，就前面说那个 LK99 发布会那个视频下边留言，他说呢，和电视剧许俊的故事很像。韩剧有叫许俊的故事吗？我韩剧是从来不看啊。说许俊就是李世培，刘立泰就是崔东植，内科医生就是低温学会游道志、全英完，杨烨医生就是崔景达啊，东医保健就是 LK99，什么乱七八糟的。看来这个对号入座入戏的这个韩国网友啊，是比较带劲儿比较多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昨天今天吧算是。韩国低温超导协会公布了另外3个机构他们的复现结果，以及2个韩国自媒体频道关于 LK99 的一个介绍。本来想找一导一记是吧？结果呢2个都是导的。我从里边还学到很多，起码人家这个你看这个辩驳的这个逻辑就是很有激情。这个是我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我觉得他显然他这里边也有很多没搞明白，比如说这个麦斯纳效应，他把这个包括 LK99 最早的那个视频，以及包括中国的研究机构、韩国研究机构所有的目前论文里已经发表的半悬浮的，他把那个称为麦斯纳效应了。这个呢是第2个视频里边一个大的 bug 啊。总体来说呀，他这个视频我这是用翻译软件弄完以后我自己给它润色的我觉得还是铿锵有力的。好吧，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韩国自媒体关于这个 LK99 的一些说法。谢谢大家收看，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